发现没有，孙教授换人了。龙岭迷窟里扮演孙教授的人明显是位50-60岁的老戏骨，可是在南海归墟第1集开头的那场鸿门宴之上，孙教授不仅年轻的跟大叔似的，还多了3分憨厚，少了7分阴险。看过原著小说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能猜得到，这是因为孙教授这个角色会在下一部《巫峡关山》当中有大量的动作戏，倘若让之前的那位戏骨拍摄，会加大剧组的制作难度，所以就早早的将扮演孙教授的演员给换了。再说回到《南海归墟》这部剧上，为了规避一些审核红线，编剧刘安琪迫不得已删减去了原著小说里的部分精彩的故事情节。像张教授讲述的有关秦王赵古镜的神奇作用就直接看不到了，还有大金牙跟着一起来到岛上后为何没跟着铁三角出海的相关剧情也被一剪没了。至于主角们的结局是否有所改变，就只有等到收官才能正式揭晓了。不过在此之前，可以先来唠唠南海归墟原著结局中秦王赵古镜是假的，多灵中毒，林书成赢家，铁三角靠古猜全身而退的具体详情。1. 秦王赵古镜。秦王赵古镜能镇尸，也可以照出人体经络，这也是他被称之为赵古镜的原因。张教授身为考古行业的泰山北斗，一听闻这件青铜重器没被东南亚富商用船带走，而是沉入了珊瑚螺旋附近，他直接就设下老脸，拜托铁三角帮忙取回这面铜镜。但是所有人都被孙教授，也就是孙学武给骗了。其实那面沉入珊瑚螺旋附近的铜镜，并非是秦王赵古镜，而是生活在海底的恨天一族进献给周穆王的青铜鼎上的4幅遗镜里的归墟古镜。那么孙学武为何骗铁三角去海底取那面归墟古镜呢？这是因为孙学武虽为关山太保后人，却必须要借助归墟古镜之力，才能完成祖训铲除想要成为尸仙的风尸骨，而他年老体衰，又无寻龙点穴能力，所以就忽悠铁三角帮他做事。2. 多灵。看到许多网友坚称多灵是恨天之国的后人，说实话要真是这样，那就再好不过了。剧中阮黑不止一次向屏幕前的观众暗示多灵的真实身份不一般。事实上，多灵不过就是玛丽仙奴号船长的女儿。当年发生沉船事故时，多灵被阮黑从海中救起，并抚养长大。多灵的结局可谓是令人唏嘘。他的父亲在轮船沉没之前，往自己的金表上下了蛊毒，本意是想教训那些简陋的蛋民。但不巧的是，金表最后落入了多灵的手中，所以说多灵是死在了父亲的手上。其实这也怪王胖子，一开始那块金表是被王胖子拿到了，但他鬼使神差的又挂在了旁边的珊瑚上，如果他一开始就不守剑，也许多灵就不会中蛊。后来铁三角四处奔波，也没寻找到能解毒的尸丹，而多灵也因为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在如花似玉的年纪离开了人世。3. 古猜和明书。上文不是提到有人猜测多灵是恨天一族的后人吗？其实真正的恨天一族后人确实存在，不过并非多灵，而是多灵的师弟古猜。古猜跟多灵一个样，也是阮黑收养的孤儿，他从小就拥有着异于常人的潜水能力，不仅能在水中闭气数个小时，还能够徒手斗精米。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的身上纹有透海图，能够让他在海底不受来自鱼龙的威胁。虽说后来被胡八一证明时灵时不灵，但是这透海图还有着别的秘密。没错，透海图中隐藏着归墟地形图，虽说过于抽象，最多是一种标志，没办法当做精确的地图来看，但却也在最后帮铁三角找到了全身而退的通道。至于说明书成为最大赢家，这是因为通过这次的归墟之行，他捞了不少的好宝贝，上岸后转手一卖，不仅还完了儿子的全部赌债，还余下了很丰富的一大笔钱。后来铁三角去巫峡关山，他也没跟着，毕竟他一开始决定要倒斗，就是为了还给儿子还钱，如今债全清了，打死他，他也不会再冒险了。